你们说，会不会是方玉佩的人将红盖头拿走了？这个红盖头肯定很关键，要是能找到这个人，就能找到凶手了。也许吧。怎么了？有人偷听吗？真是奇怪，我五感敏锐，在3丈之内能听见呼吸声，可是这回只恍惚看见一道影子，并没有听见声音。难不成真的有鬼？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不是有鬼，怕是有人在装鬼。我们先别管这个了。凶手不会平白无故的放一顶红盖头，他一定有特殊原因。而且，他能够来去自如，应是对府衙极为熟悉，所以外人作案的可能性小。我们当前线索不多，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搞清楚凶手究竟是在何时何地下的毒。若是能够查清楚这一点，真相自会大白于天下。我们先到齐大人客房看看吧。大家分头找一下，记住，不要破坏屋内现状。好。阿策，展昭。什么都没有。这个案件还有一个关键人物，在我娘发现尸体之前，第一个察觉到厨房有异样的人，就是赵夫人身边的婢女锦儿。韩木头，不知道我们现在方不方便见锦儿姑娘？好，我这就找人叫她过来。不，我们过去，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赵夫人。好，那走吧。姑娘，可曾见过这块玉佩？不曾见过。锦儿姑娘，别来无恙。尚好，多谢公子挂怀。我却不知，你与齐英何时有的私情？我和他没关系。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以为你能瞒得住所有人吗？别忘了，齐英可是有妻室的人啊，
知心莫过枕边人，齐夫人去医馆闹事，想必你已听说过了。齐英他死不瞑目，你却急着撇清关系。人都说大难临头各自飞，夫妻尚且如此，你这露水红颜装作不认识，好像也情有可原，是吧？才不是露水红颜呢！他1年前就说了要休妻娶我的。既然如此，为何你还去赵府做了婢女？他说还有一事没有办完，等办完这件事，就会带我离开泸州。前几日，他听说福音府里买下人，就让我混入牙行，随着其他奴仆一起卖身到府里。那他可曾说过是要办什么事情？他只是让我暂时住在府里，最好能够取得大人或者夫人信任。我心里害怕，也问过他要办什么事，可他只说小事一桩，现在时机未到，并未告诉我。昨晚你在厨房里究竟看到了什么？为什么说是闹鬼？我看见有鬼，闹鬼了！我看见有个披头散发的人忽然飘到房梁上，我当时害怕的要命，转身就跑了。可是当时那么晚了，你还去厨房做什么？昨天做药膳的师傅把药膳炖上不久后，说是有些累，要去客房休息，让我帮忙照看一下。我见一时半会儿也没什么事，就去找门房说了会儿话，没想到回来就撞见了这个。可是晚宴才过，这夫人为什么要用药膳呢？夫人当时好像在和大人赌气，她说是身子不适，要去偏午睡。虽然她一直在忙晚宴的事，可也未曾出席。韩捕头，夫人唤锦儿姐姐过去。我们一起过去吧。夫人，韩捕头并3位生员求见。稍等一下。请他们进来吧。见过赵夫人。韩捕头，赵大人把齐英一案交给这位包公子了，他有些事情想问问夫人。拜见赵夫人。拜见赵夫人。拜见赵夫人。诸位请坐。锦儿上茶。是。包公子，且问吧。这赵府昨日宴请的人并不算多，而且大都是泸州官员。可齐英他为何能够参宴？据我所知，齐英迁居到泸州的时间不算长，家中是有一些资财，但也算不上富甲一方，只不过是捐了个不入流的小官而已。大人和齐英还有一个秦天虎，3人是故友，关系极好。这次大人迁任泸州府尹，便借机聚一聚。
他们多年未见，欲诉别来之情，二人便都留宿在府里了。那昨日齐英有没有与谁发生过冲突呢？昨天请的都是泸州官员，并未请夫人们，所以我也没有出席。再说，我还要准备宴会酒食，未曾留意到这些事情。对了，赵夫人，你可曾见过此物？未曾见过。听闻您与赵大人分房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呀？我最近身子不太爽利，怕过了病期。这样，我问的差不多了，叨扰夫人了，还望见谅。我等这就告辞。叨扰夫人了。公子请。请。这位赵夫人，表面上看着云淡风轻，心里却让人觉着藏事。还有齐英他们三人，说是故友，却往人家府上安插眼线，接着就横死在这位故友府中，想想都让人觉得蹊跷。还有那秦天虎，又不知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。人人都有说不得的秘密，真有意思。唉，都是表面兄弟。公孙公子是在怀疑赵府爷？阿策的怀疑很合情合理啊。我们不能因为身份就排除任何一个嫌疑人。锦儿姑娘说，她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人影，忽然飘到了房梁上，那应该是齐英被吊上去的情形吧？可是我见齐英头发束冠，不曾披散啊。我猜想，凶手应该是把红盖头放在了齐英的头上，所以才会给人造成了种披散头发的错觉。大男人盖上红盖头，凶手的想法真奇特。对了，公孙大哥，你是怎么认识锦儿的？后来，你又是怎么知道锦儿姑娘和齐英有私情？你猜？哼，我也想知道。你呀，哎，你求我呀！我求你。没骨气，害得我斗志尽失。你怎么什么都能扯到斗志啊？你是一只斗鸡吗？我不跟你一般见识，我只不过是想起齐夫人的事，她一口就咬定冰蝉与齐英有私情，排除她自己的原因，那大概只有两种可能：要么齐英本就是贪花好色之人，齐夫人对此习以为常；要么就是她知道有一位女子威胁到自己，却不能确定是谁，误以为是冰蝉。
至于我怀疑锦儿的原因，什么原因？不久前，锦儿曾在我家医馆做过帮手，因为在药库那边，你们大概都没有看到过她。所以我想，不管齐英是贪花好色，还是打算停妻再娶，既然齐夫人认为那位女子是出自我医馆，也许还真是。锦儿不久前离开医馆，入了赵府，又与齐英之死有瓜葛，太过于蹊跷，所以我就想炸一炸她。原来是炸他呀！我还以为你真的会看相算卦呢。凡有想法，必要大胆求证，炸一炸，说不定会有惊喜呢。哎，我娘还说这隔壁的阿策是个君子，为人稳重。我看你呀，就是个活脱脱的赌徒。哎，还是包大娘慧眼如炬。我还有些事没搞明白。听鲁小乙话里的意思，他姐姐在齐家过得悲惨。可是，我看这齐夫人非但不想脱离火坑，反倒好像不肯走呢。这有什么想不通的？齐夫人仍眷恋着齐大官人呗。不懂，不懂。这种日子有什么好眷恋的呀？自古多情空余恨，情之一字最难解。宝灰炭，你要是能想明白，就不会到今天都娶不上媳妇儿了。说的好像你娶上了一样。哎，我们情况不同，好不好？我这叫乱花渐欲迷人眼。罢了罢了，不跟你贫嘴，我们还是去案发现场看看吧。魏先生，韩捕头，魏先生。哦，这位是魏先生，是小公子的老师，前任佛尹大人引荐。听说魏先生中了进士之后，一直无心官场，喜欢云游四方，是位才高智雅之士。才高智雅不敢当，不过是心无大志罢了。在下魏良辰，学生包拯，见过先生。展昭见过先生。学生公孙策见过先生。昨日早晨，魏某亲眼所见二位洞察秋毫，多谋善断，有如此青年才俊，实乃大宋之幸也。我是说，先生怎么看起来面善？原来昨日有过一面之缘。包生好记性。哎，魏先生在这里做什么？听冰儿说，昨日夜里他远远看见一名身穿嫁衣的新娘，所以我前来看看。新娘，小公子有没有看清是什么人？冰儿说，新娘蒙着盖头，不曾露脸，她心里非常害怕。朗朗乾坤，可我怎么觉得越来越鬼气森森了？先是齐英蒙着盖头被杀死，后来又凭空出现个新娘，不会真是冤魂索命吧？展昭，说不定这世上啊，还真的有鬼。魏先生，这里便是案发地，不如先生同我们一起再看一看吧。也好。
阿策，你过来闻一下，这绳子上是什么味道？蒜，一点蒜味儿，这在厨房里应该不奇怪吧？韩木头，好。府里面还有没有人能认出这是哪里来的绳子？这根绳子我当时就找人来辨认过，不过当时府里一切尚未安置妥当，乱得很，就连大管事也不清楚这绳子是哪儿来的。我也不知道府里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绳子。魏先生，您认识吗？在下也不清楚。包大哥，你看我发现了什么？火折子，这很有可能是齐英携带之物。可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灶堂里？那里也住了人吗？那是赵夫人的干娘何仙姑的住处。何仙姑，是那位江湖女神医吗？没错。等等，江湖神医，我怎么没听过？我曾经听我爹提起过，江湖上有一位女神医，一手医术可生死人肉白骨，只是行踪莫测，且脾气十分古怪。我们赶快去拜访一下这位何仙姑吧。好。这人明明在屋里，却装作没听见，果然古怪。何仙姑，何仙姑，我等有要事相询，请您开个门。何仙姑，包兄莫要着急。我总觉得，这个何仙姑一定知道些什么，又或许是我关心则乱，随便见着一个人就胡乱臆测。这赵大人限我3日之内破案，可如今第1天都快到傍晚了，
仍然没有什么大的进展，我真的很心急。我只有我娘这么一个亲人，可是她如今正在牢里面。既然她不答应，不如先从别处入手吧。这块玉佩，赵夫人与府中丫鬟都不认识。我想，它极有可能是其他宾客之物。先生，您可曾见过？并未见过。这赵夫人一定还隐瞒了一些事情。既然何仙姑不应，那不如我们再去见赵夫人一面。各位，我们走吧。先生，告辞。告辞。先生，告辞。告辞。你甭跟我打马虎眼！齐英之死若是和那老婆子无关，必定和这事儿脱不了关系。凶手还未查明，你在这发什么疯？我发疯？哼！我看八成你就是凶手吧？有本事连我也一块杀了呀！别人听不见是吧？哎呀，这么大年岁了，别沉不住性子嘛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还你个真相，绝不让齐兄枉死。啊！赵大人，赵大人，啊，多免礼。保长，案子怎么样了？虽然现在还没有查出什么有力证据，但是种种线索都已表明，凶手是另有其人。齐老爷被烧死之前，蒙上了红盖头。小公子说，昨夜看见身着嫁衣的新娘在院内徘徊。红盖头、新娘先后出现，我想这必然不是巧合。只要弄清楚其中的原因，自然便能抓到凶手。对了，赵大人，我这里有块玉佩，你认识吗？红盖头、新娘先后出现，我想这必然不是巧合。只要弄清楚其中的原因，自然便能抓到凶手。对了，赵大人，我这里有块玉佩，你认识吗？啊，不曾见过。有那么恐怖吗？前辈的牙齿都在打颤。哼，秦兄平日信鬼神，他就是这个样子。保长，刚才听你所说，尽是些猜测，虚幻不实。这破案可是讲究真凭实据，望你尽快找到凶手。另外呢，牢狱阴寒，令此可是年岁已大，不宜久待呀。各房我已差人收拾妥当，在案情水落石出之前，你便在此住下。走。呸！明知道凶手另有其人，还靠着包大娘逼迫包大哥破案，无耻昏官！他们刚刚吵成那样，关系肯定不是朋友那么简单，说不定齐英就是他们杀的。这三个人关系特别紧张，赵夫人却说他们是多年故友，还强调关系极好。我想赵夫人一定在隐瞒什么事情。现在想一想，赵夫人与赵府爷突然分房，似乎也有一点巧合。我觉得
我觉得他们许多年未见了，也许赵夫人真不知道。可能吧。我们随便在院子里走走，都能看见他们在吵架。赵夫人又是这院子里的主人，岂会不知情？那我们现在就去找他吧。走。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与其世家。夫人，韩捕头和几位公子又来了。请他们进来。是。各位好。关夫人面色不太好，不知有无大碍？最近身子一直不大好，府上又闹出了人命，总是安不下心来。还是要尽快查明真相，免得府上人心惶惶。是。诸位请坐吧。诸位，一日之内再次来访，有何要事？是这样，我们在探查案发现场的时候，发现了何仙姑就住在附近。她明明在屋里，我们敲门却不应。又听闻何仙姑乃是江湖神医，所以来向您打听打听。干娘的脾气向来如此，人人都说她古怪孤僻，规矩繁多，实则是怀着一颗悬壶济世之心。当年瘟疫肆虐，他救了万千人性命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只不过我比较幸运，合了他的眼缘，收做了干女儿。即便如此，他在我身边也只是待了2年。后来，他又收了一位女徒弟，带着这位女徒弟四处行医。我们之间一直书信联系。说来也巧了，最近干娘到泸州附近行医，听闻我病了，便顺道过来看看。我听景儿姑娘说，你与赵大人分房，其实是发生了争执。到底是新买的丫头，没什么规矩，什么话都与人说。我本想着家事不宜外扬，但是既然你们都知道了，说说也无妨。我确实和她吵了一架。干娘说这里15年前发生了一起灭门性的惨案，十分不祥，恐志同亦受冤魂惊扰。昨夜，冰儿又说看见新娘徘徊院中，吓得我整夜睡不着，恨不能立刻就搬走。我想去别处买个宅子住，可是官人不同意。夫人，可否告知惨案的详情？15年前，泸州府尹嫁女，
谁知道，婚宴结束之后，发生了一起大火，满门20余口人葬身火海。这件事情，年纪大的人都知道。你们当时还年轻，兴许是没印象了。我隐约记得，小时候的确听过这桩惨案，不过有些年头，没想到案发地竟然会是在这里。那府上有没有其他的人见过鬼新娘？我曾问过，除了冰儿，没有任何人见到过。我想，既然何仙姑她在府里，那为何不请她来做药膳，而却要在外面找人呢？干娘医术高超，可是这膳食却不大有天赋。他做的药膳倒是不差功效，只是难以入口，还不如直接喝药汤呢。您知道吗？方才我们来的路上碰见了赵大人和秦大官人，他们在争吵。我听说他们2人是多年故交，那又为什么？是因为什么吵得那么凶呢？官人只跟我说他们是故交，但是他们吵什么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多谢夫人解惑。天色不早了，我等这就告辞。慢走。夫人，叨扰了。方才是谁在门外偷听？是锦儿。公孙大哥为什么不让我抓住他？若叫你当场抓住他，这出戏可就没法唱了。公孙大哥总爱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。展少侠怎么知道是锦儿？我听出来的。他虽然刻意轻手轻脚，放缓呼吸，但每个人的脚步、呼吸、心跳都有所不同。没想到展少侠年纪轻轻，武功造诣竟如此深厚。哪里哪里，这玉佩一定有玄机。可玄机通往何处呢？能神不知的将玉佩放在尸体手中，左不过就是府里这些人。我们刚刚问了一圈，也没有人觉得眼熟。这其中，想必是有人在说谎。那不一定是府里的人啊，我就能。偌大的衙门，你能知道这停尸间在哪儿？这倒是。若是要毫无头绪的去找，大概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。所以说啊，即便是有外人参与，这府内也必定有接应之人。锦儿在门外偷听，肯定是他心里有鬼。会不会是他在说谎？锦儿是齐英安插在赵府的细作，心里没鬼那才怪了。若我们将此事告发出去，他必不会有好下场，岂能不担忧？说得好有道理。
不过，众人之中，属他嫌疑最大。哎，你们说会不会真的像何仙姑说的那样，是15年前冤死的新娘索命？要不然，为什么齐英死的时候会有盖头，而后来那红盖头又凭空不见了？稚儿才信这无稽之谈。我才不是小孩子呢！我确实听过民间有一种说法，说婴儿在胎里有先天之气孕育，8岁之前先天之气未散，天眼尚未闭合，容易看见寻常人看不见的东西。且不说这世上根本就没有鬼，就算是有，这鬼新娘为何偏去害齐英？她是第一次到这府上来吧？人家孙府尹住了多少年，怎么就没出事呢？可是，冰儿她还亲眼看见了呢，而且，齐英的死法也太诡异了吧！唉，道长，你来说两句吧。如今赵府的所在地，15年前发生过一起灭门惨案。赵夫人说，当时的府尹当天夜里嫁女，遭到灭门，所以鬼新娘和盖头的出现，都好像在影射当年那起案子。那么，齐英的死也必然与那件事有关。15年前正是澶州一战后，战事刚刚过去不久，民心仍乱，杀人放火案件多的是。官邸又与府衙相邻，那场大火说不定连府衙都没能幸免。时间过去这么久，卷宗很难找。我们想要查清当年的案件，3天根本就不够。不是还有一个现成的知情者吗？你是说何仙姑？这个何仙姑啊，性情古怪，我们去敲门她都置之不理，想必不会多说些什么吧？未必，未必。你们又知道了我不知道的东西。齐英虽然去赵府做客，好像有嫌疑的人都与他有关。赵府尹、秦天虎、齐英，这3人究竟有何渊源？他又让锦儿找什么东西？为什么鬼新娘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？红盖头又为何凭空消失呢？玉佩的主人到底是谁？赵夫人又在隐瞒什么事情？哎呀，感觉每个人都有嫌疑啊！会不会是……哎，包大哥，蜘蛛！我回他！啊！包大哥！保卫他！没事吧？没事。韩捕头啊，你手怎么受伤了呀？我早上生火做饭的时候，不小心被火灼伤了。韩捕头还会做饭呢？我孤家寡人一个，填饱肚子而已。诸位，韩某还有要事，就先告辞了。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只管使人去叫我。好，多谢韩捕头。告辞。告辞。包大哥，你有没有受伤？没事，好得很。这断胳膊断腿的不打紧，脑袋别摔坏就成。这好好的一个对手，尚未败于我手就傻了，哼！想想呀，还是挺憋屈的。可不敢叫您憋屈，我不仅好得很，我还摔出了灵光乍现。哦，哎，你倒是说说，怎么个灵光乍现法？我想，等鬼新娘再次出现的时候，就离破案不远了。哼，你如何知道这鬼新娘还会再次出现呢？
灵光乍现。那你还不赶快再摔上一跤？哎，说不定啊，这灵光再现一下，你就知道鬼新娘是谁了。去，包大哥，那我们现在去哪儿等鬼新娘啊？大白天的，真鬼假鬼都不会出来。我们先回医馆吧。走。师傅说，我现在正是长智慧的时候。包大哥，别再点我脑门了，万一以后不长了怎么办？我劝你啊，还是好好的练武功吧。至于智慧这种东西嘛，我劝你还是放弃吧。啊？为什么？你觉得这个东西和你有关系吗？快别开玩笑了！哎，包大哥他欺负我。稳重靠谱的展少侠，怎么竟会告状呢？你给我等着！小屁孩儿，你站住！哎，你，哎呀，这小砖给我松开！头发都乱了。好了，展昭。哎呀，哥，真是的，你还记得自己是稳重靠谱的展少侠吗？阿策，多谢你。来了。为了帮我，你一天都没有去书院，耽误你学业，先生知道了又要罚你了。不好意思啊。你呀，快别自作多情了。包大娘是我公孙医馆的医厨，平时更是待我不薄，于情于理我都不该不闻不问。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这个人呐，就是嘴硬。这才对嘛，包大哥，你之前一脸严肃，真的一点都不像你。是啊，我娘关在大狱里，时间又紧迫，我压力真的很大。不过好在现在总算是有些头绪了。哎，对了，包大哥，万一鬼新娘是3日之后才出现呢，该怎么办？放心，就算她不出来，我自会想办法逼她现身。这有些孩子呀，傻就傻了，还总爱问一些傻问题，暴露自己，哪像我们展少侠呀？是不是？哎你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不能动手，不能动手，不能动手！我是稳重靠谱的展少侠。快点走！就是看尸体又是进厨房的，我真是一刻也忍不下去了。姑娘身子已无大碍，啊，那好。谢谢先生。爹，我们回来了啊，先上去了。好，好，好。公孙先生，我娘现在在牢里面，还牵扯到了一起案子。我在死者齐英的口里发现一些残渣。哦，哎，你医术高超，想请先生帮忙验一下。好。哎，其实阿策比我更擅长验毒。可这臭小子就是有点爱捷径啊！这里边应该是有7星软筋散。软筋散，是不是类似于迷药的那种东西？哎，它可比迷药霸道多了。迷药只会让人昏迷，但中了7星软筋散，使人浑身酸软无力，不能行动，无法言语，而意识仍然清醒。它的霸道之处还不仅于此。一般迷药对武功高强之人不一定能起作用，而它不仅可以放倒高手，还可以完全卸去其内力。这听起来怎么那么像10香软筋散啊？哎，这7星软筋散啊，和10香软筋散同源，效果差不多。可不同的是，10香软筋散无色无味，不易被察觉。数日之后，
才会起药效。可是七星软筋散则有股子特殊的香味儿，药效发作快。要是跟酒混合，那药效更烈了。此二毒源于江湖，不知是何人所制，也不知出自何处。想要短时间内查出此毒，基本不太可能。阿策，既然此药是有毒，那么我们之前的推断是没有错的。齐英在死之前根本不可能从凶手身上扯下玉佩。我们展少侠好歹也是江湖上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展少侠，不如你来猜一猜，咱们泸州城内有谁能拿出七星软筋散来？头脑这种东西，我是没有的，我只会干一些打打杀杀的粗活。这种问题你别问我。你说的也对。哼。展昭，你夫人过来，我有事想告诉你。什么事情啊？还非要偷偷摸摸的？就这样，明白了吗？说出来了，岂不是侮辱你的智慧？毕竟智慧超群的人呢，不用听，都能猜到。你，果然前辈诚不欺我啊！出来混，早晚是要还的嘛。说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哎，冰茶姐姐，你去哪里了？包大娘在大牢里遭罪，我就想寻一些好药材给她补身子，就去深山碰了碰运气。这不，刚刚才要回来。对了，包大娘她怎么样了？唉，别提了，包大娘现在还在牢里呢。那新来的狗官明知道包大娘不是凶手，还不肯放人，还拿包大娘要挟包大哥，要求他在3日之内必须破案。他一方父母官脑子叫狗给吃了，简直是欺人太甚。啊！新任府尹是这么个人？爹，外表平淡无奇，内心肮脏无比。就是。管他是什么人，只要不乱判就行。我也相信这个案子一定难不倒包大哥的，对吧？我先去熬药，晚上给包大娘送去。哎，外面的箩筐里丢了把扇子，拿去烧火吧。你又丢扇子啊？先生，你快管管公子吧。他制的扇子外面可卖到上百文呢，这么一天一把的烧，这得多少钱啊？就知道糟蹋东西。你要是舍不得啊，就留着当传家宝啊。冰蝉，别听他阴阳怪气的。你要是不想烧，就自己留着吧。我，哎，他瞪我干什么？我又没有惹他。不知道啊？大概是你喜欢的女孩子，却你收别人的帕子吧？啊？什么呀？这是一个两个的，神神叨叨的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啊！哦。包拯，哎，这就开饭了，吃完饭再走。哦，好的，先生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客气什么呀？